大家好，欢迎来到直白人生，述说各个职业与职场知识的频道。应该有不少人看了韩剧，看到韩国的特色、文化与风景，而对韩国有些憧憬，甚至想要去韩国工作或留学吧。但其实现实生活中，公司里不会像韩剧一样，有愿意帮你解决任何困难的欧巴，或是让你就此遇见真命天子。韩国是一个很强调尊重和面子文化的国家，许多待过韩国的人都会说，在韩国职场文化中，会将你的心灵变得非常坚强。今天我们将带你了解令人惊奇的韩国职场文化。无论你是计划出国工作，或是好奇韩国的工作习惯，这期内容可以当做你的韩国职场文化指南，帮助你在韩国职场中更如鱼得水。在看韩剧的时候，应该都有发现，韩国人对于长辈、前辈都是毕恭毕敬的吧？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非常重视长幼尊卑的观念。通常询问对方年龄会有些冒犯或失礼的行为，但在韩国，韩国人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却是你几年生。这是因为他们需要透过年龄来整理彼此的关系及对应方式，来得知对方是否年纪比你大或小，是否为后辈或前辈，进而使用敬语或评语来在对话中来表示尊重。所以在韩国询问年龄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但这也衍生出韩国的职场上更重视资历与前后辈分的顺序，无形之间演变成一种阶级意识。因此在面对上属主管，除了说敬语，见到面必须在姓氏加上职称来称呼上司，例如朴部长、金科长、江代理等等，也需要鞠躬问候，这都是韩国职场的尊重表现。另外，年纪与资历最小的新进员工在韩国职场称之为忙内，也就是公司菜鸟，除了要负责自己本身的业务外，公司内大大小小的杂物也都会由忙内来处理。举凡开会时要帮忙端茶、倒水、整理会议室，吃饭时要负责摆筷，聚餐时要帮忙倒酒，各式各样的跑腿及杂事都交由忙内处理。所以当进入公司的新人时期，会需要经历最累、最辛苦的阶段，直到下一期的新人进来。虽然说没有规定一定是忙内来做打杂工作，不过新人还是会自动自发地去扛起杂物的责任，因为韩国人特别偏好这种勤奋的忙内。为了让自己给上司与前辈有勤劳与热心的好印象，甚至获得他们的重视，也是为了建立关系能更顺利升职，所以最好完成前辈的交代与指示。忙内文化算是韩国企业的潜规则，所以也造成韩国职场上前辈欺负后辈的恶循环。其实有不少人真实体验后表示，韩国的职场如战场，职场像军队一样的管理，下属必须无条件服从上司指示，不太可能对前辈或上司提出建议或谏言的情况出现。虽然近几年韩国父权社会的观念慢慢的在改进中，但在职场上还是有不少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存在。南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之一，该组织是促进与解决全球经济市场问题与稳定的一个共同合作的组织，是由全球38个国家组成的。该组织有调查自身成员国的男女薪资差异，在西元2020年统计的数据资料中，南韩男女员工时薪差距约在 31% 左右。也就是说，当男员工的薪水为100万韩元，约台币 24K， 女性只有69万韩元，约台币 16K， 比邻近的日本 26% 还高。韩国男女薪资差异也是在该组织成员里最为严重的。在韩国企业中，由于女性可能会生儿育女，可能会长时间无法到公司工作，而在步调快又竞争激烈的韩国，大部分韩国企业认为少一份人力就是少一份竞争力，所以会比较偏向重用男性职员。因此，如果女孩想要在韩国工作，并且希望工作能力得到认可或升职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虽然南韩男女薪资差异严重，不过不止南韩，全球都有男女薪资差异的问题，只是差在比例高或低。不过不管多少，一直是全球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希望大家更尊重两性的平等权利与条件。大部分亚洲国家都存在加班文化，当然韩国也是在亚洲容易加班的前段班。根据韩国劳工基准法规定，每天工作时长为8小时，看起来很正常，但这只是参考，因为绝对会超过公司的表定时间。有些公司还会要求提早1小时或半小时到公司上班，这算是常态。而新人更是要遵守这条规定。而加班这件事呢，在韩国公司基本上都一定会加班到的。韩国是高度竞争的国家，他们需要完成所有工作才能下班，有点像台湾的责任制，尤其韩国知名大企业一定是加好加满。所以在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能看到大批上班族挤在地铁上的景象。而游戏产业的公司甚至是到凌晨才能下班的情况。基本上公司是1周5天工作日的制度。不过韩国也有存在着周日或是周六要工作的公司。对韩国来说，加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职场上对于加班的接受度较高。加班越晚，在无形之中被视为一种工作努力的精神和对公司的忠诚度。因为这个观念，很多员工可能会自愿或被期望加班，导致准时下班的情况较少，也代表这是一心为公司付出的表现，形成一种好观感。这个现象在大企业里更是明显，也造就韩国为高度竞争的国家。另外，大家在看韩剧的时候，是不是会常看到员工被问及怎么还不回家？他们都会回答：我等部长离开再走。这些场景与台词确实是真的。上司还没下班，下属也不太能下班，这在韩国职场上是代表对上司的尊重。如果准时下班直接闪人，换来的是心灵上更有挑战的事情，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这种看上司眼色才能下班的文化，甚至扩散到职员们的休假上。一问韩国人，你工作1年来会剩下什么？他们总会说，不是钱变多，是年假剩最多。很多韩国上班族1年里几乎无法休完自己的年假，有部分原因是业务过多不敢休假，不过多数的人都是必须看上司的眼色行事与职场的氛围，也不能跟上司的休假日程重叠的潜规则。而一次休假太多天，在韩国也会被视为不认真的表现，职位有可能立马被取代，因此多数人都不敢随意乱休假。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是，在韩国工作尽量避免生病，因为如果你请假的话，就会发现过几天就有人顶替你的位置了。这与日本职场文化很相似。在韩国职场上，下班不代表可以回家，因为你有很大的几率要聚餐应酬。从韩剧上也可以看到，其实韩国公司常常会举办聚餐，通常是全组或全部门员工一起聚餐，借由聚餐来认识彼此。因为在公司里总要待人毕恭毕敬，很难有机会拉近同事与上司的距离，所以借由吃饭喝酒放松心防，借此消除上下属关系的隔阂感。对于强调团结的韩国人来说，喝酒拔钢筋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在韩国文化中，酒不管在职场聚餐或是日常生活饮食，几乎都是配酒下饭。他们的聚餐一定要喝酒，几杯黄汤下肚，与酒精的作用下，上属与下属间的气氛也不再那么紧绷。懂得拍马屁的职员，在聚餐场合中正是你的主场，是展现的大好机会。这也是与主管搞好关系的管道，也造就韩国人会喝酒已经是基本能力。另外，上司帮你倒的酒最好喝光，这在韩国文化中表示你对上司的尊重。很多韩国公司都是非常重视聚餐文化，并且视为凝聚职员之间向心力的一个方式。
但是3不5时的社内聚餐，最后却慢慢演变为另类加班。公司的聚餐活动通常都是上司开口邀请，所以下属基本上都不敢拒绝，就算临时有事情，也不太能推脱掉聚餐的邀约。不参加也许会得罪上司，影响升迁。就算不喜欢参加，也不能表现出来，最好嬉皮笑脸的融入。别以为吃完饭就结束了，对韩国人来说这只是刚开始。通常吃完饭之后还会续摊，有第一摊就有第二、第三摊。从餐厅到喝酒的地方，再到 KTV， 一路续摊到半夜甚至凌晨，玩得又累又晚又醉，甚至醉倒在大街上。可是神奇的是，隔天你会看到韩国人又可以屹立不摇地准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坐好，但又无可奈何地只能接受这样的职场文化。韩国的聚餐文化可以说是另类加班。韩国是个非常重视外表的国家，不管是男是女，许多人为了求职，不惜花大把钞票改变自己的容貌。因为容貌姣好或是英俊的人，在韩国职场中或面试时会比较吃香。而韩国人的外貌追求，就是希望能够有大几率寻求到一个好的工作，或是在职场上容易被器重，也因此使得韩国的医美技术远近驰名，越来越发达。这也让韩国慢慢演变成外貌至上主义的国家。另外，韩国人对穿着与服装礼仪也是非常讲究的。男生在公司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女生则必须以套装为主。在特殊场合或职场中都会需要穿着得体，头发通常不能随意染色。要在韩国公司里看到穿休闲服装的人，绝对是不可能的事。而在礼仪方面也是非常严谨的。在职场中，除了对前辈与长辈说的敬语外，在初次见面的人也是必须互相鞠躬、互相递名片的。而最好以双手接递名片，无论是名片、礼物或其他物品，都最好都以双手接递，代表有诚心诚意的心。在韩国公司里，不管遇见到什么人都需要打招呼，即使今天与对方见面3到4次以上，都还是要不断的互相问好，以表示礼貌。还有，绝对不能直呼对方的名字，必须以姓氏加上职称来称呼对方，是尊重的表现。至于饭局上的礼仪，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韩剧里面出现的饭局，有长辈或其他陌生人的加入，同桌的人都一定会起身迎接，这在现实中确实是一模一样的。而在韩国用餐需要按照辈分来入座，可不是随意找个位置坐下来。在吃饭过程中，是长辈先开动，晚辈后开动，绝不能比长辈先吃完，否则会被视为无礼。而吃饭时不要拿起饭碗来进食，饭碗必须留在桌子上。韩国人认为把饭碗捧起有向乞丐讨饭的意思。而喝酒不能自己倒自己的杯子，你的酒杯空了时，要让别人帮你倒，同时你也需要帮别人倒，互相倒酒是基本的礼貌。当用餐完毕要付钱时，是没有平分这回事的，通常会由年纪最大的人付钱，如果是与平辈出去用餐，也会由其中一人请客，下次再换另一个人请客，互相请客也是韩国用餐礼仪尊重的文化。而讲韩文是很多韩国公司的基本要求，虽然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言，但在韩国不太适用。有些主管会有既然来我们国家工作，至少韩文沟通要顺畅吧的想法，所以外国人想来韩国工作，还是把韩文学起来吧。从面子文化到聚餐习惯，每一个细节都深刻地呈现出了韩国职场的形式和潜规则。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韩国近年来的社会观念又开始缓缓改变，年轻一代的崛起，国际间的交流影响，让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理念交织在一起，也让韩国社会正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些变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找到社会观念变革的平衡点也是韩国的重要课题之一。总而言之，无论哪个国家，工作环境都拥有各自的魅力和挑战。
而了解和尊重当地的职场文化，无疑是成功的关键。希望在这短短的影片中，为你提供关于韩国职场的价值的信息和深刻的洞察。如果你有任何韩国职场文化的经验，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我期待与你互动。谢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